你小的时候就在这里跑来跑去的。对啊，那个就在那里面洗衣服啊。洗衣服啊？对啊，而且这里有很多游客，有很多观光团。你看那边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饭店、小店。那里对，那里就是我们家采访店。很不错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我带我哥谢谢大家了。谢谢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初来乍到的，大家就那么热情的问候我们心里真的特别暖，太谢谢了。大过年的，我们也没什么表示的。王叔，红包带来了吗？我们分给大家，各位沾沾喜气，好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太破费了，应该的，没事儿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没想到你们家那么多人啊！阿伯父、阿伯母、珊珊姐他们到了。彤彤。哎，今天所有的人都在，我们拍照全家福吧。好呀，我也要拍的。您呐是薛氏的大叔公，就坐在这儿；镇长坐这儿，乡长坐这儿。拍什么全家福啊？我爸还没来呢。这是我们薛家的事啊，不劳烦大家啊，大家请回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你们就先回去吧，好吧？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还没拍呢。拍什么拍？走走。您慢坐慢坐，我们过一会儿再来啊。走走走走。我想和封腾单独谈谈。哦，好，那哥我们出去转转。哎，你带珊珊也出去。我也要出去啊。走吧走吧，听你爸的啊，走走走走。乡亲们都是老实人啊，你看都知道红包里是小钱，不指着这个发财，可是大家愿意图喜庆图热闹。爷爷就说过，分享呢代表着我们封家还有能力，别人也看得起我们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以后珊珊啊，你成为咱们封家媳妇儿了，这些封家的传统家风呢，你也得多学着点儿。其实我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我爸他很低调，他不太喜欢有钱人。看出来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爸多说说我们家。我们家也是书香世家，也是懂得人情世故的嘛。对哦，我怎么就忘了？不过封家显性代表就是财富，说太多也太欲盖弥彰了吧？不过珊珊这事儿啊，根本就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担什么心呢？你爸那边完全由大哥搞定啊，是吧？来到你们这儿真舒服，天气又好，空气又清新，该烦恼的让我哥烦恼去吧。今天你就当我和延青的导游，带我们好好逛逛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走，带你们去逛逛。我从年轻时就做裁缝了。珊珊虽然在我身边从小看到大，可她在裁缝不感兴趣。这身衣服好像也不太合身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伯父，这个泰山定制，我很喜欢。我好奇的是，薛珊珊不是名牌，你怎么就有兴趣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。在我战战兢兢维持家业的过程当中，珊珊她让我觉得很轻松自在。
你是个很有教养的人，你很清楚你的责任，你也很清楚你想要什么。但是，我也是个明白人，我也很清楚我们家有几斤几两的分量。娘家是孩子最有力的依靠。珊珊要是嫁给你，我恐怕她也只能靠她自己呀。珊珊有我，只要她愿意，她这一辈子都有我。我喜欢珊珊，是因为她活得很真实。伯父您请放心，我和珊珊会过最真切平实的生活。身为集团大老板，肯定是能言善道，可是我不听，我只是看，我就看你以后是怎么做。你们要结婚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风腾，你还好吗？我怎么了？怕你爸爸钉在工作台上，刑讯逼供吗？我是有想过这个画面。不过刚才见岳父大人确实有点紧张。但是薛珊珊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谈判能力吗？所以，我怕他答应了。珊珊，你有一个好爸爸。他没有为难你吗？有啊。啊？你爸他跟我聊了那么长时间，饿死我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饭呀？你先跟我说说，我跟你怎么说话。爸，这是风腾他们自家农场种的蔬菜，是有机蔬菜，很营养的。吃了吧？多吃点。啊，好。你看啊，我们珊珊啊，就是要快嫁做人妇了。你看厨艺很好了嘛，这个火锅你看，不错不错。那当然了，不过风家有自己的大厨哦，不用我下厨了。那你嫁的人也不做饭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了？不是说了吗？家里有厨师的吗？珊珊嫁过去不用伺候公婆，不用做饭做家务，哎，这是享福哎，这样你还不满意啊？风腾说了，你们两个结婚是要做踏实生活的。什么叫生活啊？生活就是柴米油盐。你这些都不做，你要为老公做什么？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媳妇儿的，相信我。哎呀，好了，说起女儿来，比我更婆婆妈妈的。这可是珊珊出嫁前最后一次在家过年了。妈，你别这么想，我每年过年都会回家的呀。啊，别瞎想啦。珊珊，结婚以后你还去上班吗？当然要去了，而且风腾也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也觉得去上班好。你们3年不生孩子，有个工作也不会太无聊，也算是有个寄托吧。哎，你可千万不学那些阔太太，整天就想着做美容。不是爸，您刚才说什么？3年之内不能生孩子？是啊，我跟风腾说过了呀，这是我让你们结婚提出的条件。爸，你怎么会开这种条件呀？
就是啊。爸是想你们暂时不要孩子，相处一段时间以后，万一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也不至于耽误你嘛。爸，您是怕我们结婚之后，如果1、2年之内不要孩子的话，就没有牵绊，就没必要牵扯不清，是吧？这老头子，女儿出嫁前想这些，也太触霉头了吧？我们两家家世背景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，生活观、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差距。爸有这个担心，珊珊，你可一定要理解啊。那封腾呢？他答应了吗？他答应了。答应了。爸开出这条件，其实我不难理解，但是封腾答应了，为什么？之前封腾也一直跟我强调不急着生孩子，难道跟爸想的是一样的？怕我们其实相处不来，也许到最后会分开。刚结婚的2个人，本来就应该过一段2人世界，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。如果婚前有这种想法，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？这么晚过来，是不是不习惯一个人睡啊？你为什么答应我爸3年之内不生孩子？因为这是你爸答应结婚的唯一条件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那你知道我爸为什么开这个条件吗？怕我们的婚姻不和，要离婚。所以，你是认同我爸的观点，才答应的吗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2个人结婚了以后，要过一段2人的生活。更何况你还太小了。既然我和你爸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那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过2人世界是什么意思呀？是说2人如果相处不来，就散吗？既然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确定好再跟我结婚？薛珊珊，我封腾向来是要最好的。虽然我谈过几段感情，但是你是我要结婚的。一旦我要结婚，就会跟我的妻子白头偕老。但是你不一样，我是你的初恋。一旦你选择了我，将别无选择。是啊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离不开的那个人就输了一大截。但是只要有着肩膀，有着胸怀可以依靠，从没赢过又何妨呢？哎呀，看来某些人是离不开我了。刘柳，刘柳，新年快乐呀！新年快乐！昨天怎么没见着你啊？你没回家吃年夜饭呀？啊，我昨天工作没有安排好，所以给耽误了。哦，看你这么眉开眼笑的，是不是婚事定了？
恭喜你啊！哦，你记得跟二叔说，我明天再给他拜年。我还要给我妈买些东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明天记得来家里吃饭。好。怎么了？这么奇怪。我刚才看到柳柳，也不知道她怎么了。大过年的，不会又跟大伯母吵架了吧？放心吧，这样的状况马上就会改变。哎，凤腾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穿这件西装是你最帅的时候啊？是吗？那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就穿这个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还可以更帅的。这个就更帅是什么样子？就是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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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。珊珊，你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？对呀，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墙上刻字的。你看。说你小的时候就够坏的。我还挺乖的，其实。哎呀，妈曾经无数次的想象你出嫁的画面，可真没想到会是这般情景。我也没想到。其实昨天你和风腾一进门，我就觉得你们俩呀，特别般配。真的啊？我们家的女儿长大了，变漂亮了。珊珊啊，风腾说的对，以后呢，你们会过上踏实的日子。妈呢，也希望你能跟着他，能好好的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。这样我和你爸爸呢才能放心啊。放心吧，妈。说话可要算话啊！说好每年回来看我们的。当然会了，我还会好好工作，然后赚钱养你们。哎呀，妈，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可不做那泼出去的水，我还继续做您的小棉袄，然后再给您带回来一件大衣。好，好，好，照顾你们。好，您和爸爸也要保重身体。好，会的，会的。提亲总算搞定了，亲家公亲家母还真是明理豁达，难怪珊珊那么单纯可爱。搞定就好。喂，哎，新年快乐！啊，现在啊？哦，好，你稍等一下啊，工作电话。哎，你说。大过年的还忙公事，也不让人休息一下。柳柳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找我？严总，关于虚拟货币的那个企划案，尤承浩他卷款逃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风腾说的果然没错，这小子靠不住。他卷了多少？他把1000万全部都卷走了，现在连他爸妈都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。这眼看年就要过了，我是负责人，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不说。严总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，请您再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一定会把尤承浩给找出来的。就算找不着他，你们给我投资的这1000万，我也会一分不欠的还给你们的。刘乐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的人品我们都知道，这件事你也很认真负责。这样吧，这大过年的，现在也别提钱的事儿，回来上海再说。还有，这个事儿一定会解决的，在这之前，不要告诉珊珊和风腾。柳柳，你也来啦？刚好我中午带凤凤他们到处去逛逛，然后回家吃饭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哦，
我来和严总拜个年。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中午再过去吧。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我先走了。哦，你们先聊，我去送柳柳啊。嗯。他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柳柳，哎呀，怎么啦？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怎么会突然去找严总呢？没有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就是那个给严总拜个年。可是你的表情告诉我，你好像有心事，气色这么差。我昨天晚上家里的邻居一直在对面打牌呢，吵了一晚上，我没睡好。我刚才没好意思说，其实我是想回去补一个觉的。你放心吧，珊珊，我没事儿，我中午就过去吃饭了啊。真的没事啊。但是你有什么事儿，你一定要跟我说啊，千万不要憋在心里面。知道啦。新的一年了，开心一点。行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尤承浩把封家的投资的那1000万全都给盗领走了，现在人也找不到了。珊珊，一定跟封腾说说，封家那么有钱，可不可以等我们找到尤承浩再说？千万别让我们先背上这1000万啊！妈，我都说了，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跟珊珊没有关系。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话不能这样说呀！你借的是封腾的钱，封腾都要娶珊珊了，那就是珊珊的钱，妈妈只有拜托他呀。妈，您别再说了。我本来就是这个事情的负责人，我就应该担当责任的。这个钱我自己会还清楚的。你怎么还了？妈妈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？你居然欠了那么多钱，我们就是8辈子不吃不喝也不一定还得清啊！珊珊，你知道从小大伯母最疼你，对不对？你帮我们啊！你要是不帮我，哎呀，我死了算了！大伯母。去。你在家陪他们吧。我们去找封腾。柳柳啊，路上把这事跟我说清楚。珊，快走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把珊珊嫁给你。什么？不嫁了？大弟，不是讲这个的，我是让你来求情的。你闭嘴！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我就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，还把珊珊嫁给你。现在，我以薛家家长的身份向你承诺，这1000万，我一定会还你。哎呀，伯父，1000万就当我们封家的投资，投资跟结婚不能混为一谈。我们不要珊珊还，我们也不会要薛家还的。不行，这钱必须得还，这婚礼也必须得取消。我们珊珊不能在欠债的情况下嫁到你们封家。我薛某人这辈子也绝不占人便宜。哎呀，都要结婚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，没什么欠钱还钱的。凤小姐，请你明白，我们薛家是嫁女儿，不是卖女儿。这个婚礼我绝不会同意的。封腾，你别听我叔说的，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是我没有管好尤承浩才把钱卷走的，而且我其实是薛家抱来的孩子，跟薛家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。
所以这件事情跟珊珊没有关系，跟你们的婚礼也没有关系。哎呦，你说什么傻话呀？这1000万你拿什么还呀？哎呦，你这辈子都会毁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是1000万，你少说几句可以吗你？还怎么还？怎么还？你别还了！怎么会？你呢？还想不想跟我结婚？不知道。薛深深，结婚的意义是什么？结婚的意义，这时候结婚的意义是2个相爱的人发誓这辈子不管健康残疾、贫穷富贵，都要不离不弃，相互扶持。你要为了这1000万不跟我结婚吗？可是这1000万，柳柳也是为了家人，你也是因为我才相信柳柳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。如果我们结婚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们家发生了任何问题，都是要我们共同面对的，而不是像你爸刚刚所说的，是你们家欠我们家的。薛深深，你现在因为这1000万就承受不住了，那我想问你，如果以后丰腾欠了几百个亿，整个集团都倒闭了，到那个时候我承受不住了，你会离开我吗？不会。可是，一边是你，一边是我爸，我也得为我爸着想啊。冯腾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看着我，你现在有足够坚定，相信我。我们可以先不谈婚礼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婚。这件事呢，之前其实我已经知道了，只不过不想影响2家人的婚事儿，就没说。那你怎么可以装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？你们究竟把我们薛家看成是什么样的人了？哎，伯父，您别激动啊，这1000万呢是尤晨浩拿的，那明天我们把他找回来，这1000万不就还了吗？您说您现在取消他们的婚礼，那明天人回来了，那他们怎么办啊？那要是找不到尤晨浩这个人呢？人海茫茫，他要躲起来，你怎么可能找得到他？伯父，您别紧张，我们呢已经报了警，这不大过年的吗？我们想回到上海之后啊，马上处理这个事儿。总之，这个事交给我解决，好吗？不行，就是这一点不能妥协。如果真的找不到尤晨浩的话，这1000万我们薛家会来承担的。说白了，你们封家今天之所以会损失这笔钱，还不是因为封腾认识了珊珊？1000万啊，对你们来说是没什么，可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们薛家的尊严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因为嫁珊珊而把这件事情一笔勾销。和钱比起来，我们薛家和珊珊的名誉更重要。其实事情真的没那么严重，我们封家每年投资几十个亿、上百个亿的，没有人会在乎这1000万。我怎么听起来觉得你是在拿钱压人啊？这婚礼难道就不能取消了吗？
珊珊是我的女儿，我就做不了这个主？我真的没有拿钱压您的意思，一点儿都没有的，真的。好了，都冷静一下啊！伯父，就算是要还钱，你看现在天这么晚了，等到明天早上起来再说吧，好吗？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家的意思了，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二叔，对不起。回家。我说这你放哪进水了？你这都不用我们进去了，你干嘛还往你身上揽啊？真气死我了！身为爸的女儿，我太了解他的个性了，连1毛钱都不肯欠别人，何况是1000万。就算让他做几辈子的西装来还债，他都会去做的。封腾虽然不会逼我们还钱，可是柳柳心里应该会有疙瘩吧？我更不能这样厚脸皮的去结婚。封腾当时想给柳柳一个机会，大概也没想到连我们自己都深陷泥沼吧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这些都是讨论怎么挑日子、婚礼细节的方案，我准备的好辛苦。王叔从上海特地拿过来的，就是准备这一次跟薛爸薛妈商量好。现在好啦，婚礼还不知道办不办呢。每一家都有规矩，我们的婚礼就等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再说吧。解决？哦，你真的等薛家筹齐1000万？还给我们才叫解决啊！如果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办法，我当然想维护他们的尊严。好吧，我知道我哥一定有本事顺利的解决，不为难他们的。那我们呢？明天就回上海了，珊珊跟我们一起吗？先不用，我希望他留下来，多陪一下家人。你也辛苦了。我也累了，睡了。你也早点休息啊。长，还真是淡定啊！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傅小姐，你们特意从上海来这一趟，我们招待不周，还搞出这些事儿。我都没脸过来跟你们告别了。伯母，您千万别那么说。伯父也是担心珊珊的名声，所以才会那么生气，我们都可以理解。说实在的，如果真的为了1000万，我们封家就不认珊珊这个媳妇儿，那岂不是给我们封家留下骂名吗？所以呢，伯父那边还请您多多替我们美言几句啊。傅小姐，我谢谢你的大人大量。老头子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彼此谅解了啊。伯母，这事儿你就别担心了，等这事儿解决之后啊，我们再来拜访您。哎，好。是的呀，珊珊还是要跟我哥结婚的呀，对吧？是啊。封腾呢？在楼上，收拾呢。那我带我妈上去跟她打个招呼吧。哎，好。先生，这箱子我先拿到车上去。好。封腾，伯母，那我们就先回上海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路上小心啊。您注意身体。哎，这你忘了拿了吧？哎呀，来来来，这不是大嫂吗？这是彤彤啊。
这个是爸。哎，这什么时候拍的呀？这个？你私底下调查我的家人，就在我们决定交往的隔一天。对。哥，怎么还不下来呀？像我之前我都跟你说过我有哪些家人了，你是不相信我吗？所以才暗中调查我。既然你那么不信任我，为什么还要决定跟我交往？珊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怪我哥，都是我找人调查你的。即使风月不找人调查，结婚前我也会这么做。珊珊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其实呢，这是风家人了解你们家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。你看，你们老家这么远，那风月呢找人拍点照片，了解一下你的家人，千万别生气啊！所以你们都记住了，满意了，同意跟我结婚了是吗？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啊？好好过年。我们先不讨论结婚的事，以后也用不着讨论了。哎，珊珊，珊珊，回来。对不起啊，哥，太不小心了。我这就去给薛家人道歉。不用了，我们回上海。咱们家大爷爷起就住在这儿，想要了解点什么，派个人过来一趟不就行了吗？弄得结婚前还要被调查一番，搞得我们像黑户似的，至于吗？这些有钱人做起事儿来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真是冷血无情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要有几个亿的身价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也让彤彤上网了解风腾的背景。这年头，台面上的人一举一动都有记者帮着盯着。咱们薛家默默无闻。珊珊，你想想，风家几代人积累的财富，凭什么就你薛珊珊几句话上门当了媳妇？尽享他们荣华富贵，同样都是调查，只不过风家是用了花钱的方式。如果你觉得受不了、不开心，正好趁现在想清楚，还有个退路。现在的重点也不在这里，我看有成浩是找不到这个人了。我们一家人都要做好节衣缩食的准备。珊珊，事到如今，你要不要辞职？干脆不去上海了，留在老家。啊？你让珊珊辞职啊？
哟，珊珊在上海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，再说也考上了那个 CPA 的证书啊。你让她回来，在咱们这个小镇上，能找到什么工作来还那个1000万呢？你这不是要逼死珊珊吗？对不起，伯父。找人调查你们家，绝对没有看清你们家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你们封家家大业大，你有这样的举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只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也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做封太太。那不行，我已经向你求过婚了，而且我跑这么远来提亲，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。柳柳那1000万，既然伯父坚持要还，那我们就等还清1000万之后，我们再结婚。柳柳说，刘正浩的爸爸也有投资500万，当然现在也没有人要回去，只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钱还给你们。不过扣掉之前一些运作成本，我们至少还有350万。所以，我不建议你们把350万变成1000万之后再还给我。你觉得我可以做到吗？我一直很相信你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们薛家一定会还你1000万的。还清了1000万，你要马上嫁给我。珊珊，你不会真的要离职吧？哥，你不会真要让薛家还那1000万吧？你们真的不结婚啦？我们当然会结婚，只是往后推迟一点。哎，珊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跟延期那500万你不用还的，对吧？没事儿。谁要因为500万不让我哥结婚，我就跟谁急。不行不行的，都说好了，1年之内还清这1000万。风月，你是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吗？啊，有。这是薛父的心愿，就让珊珊了了他父亲的心愿，再嫁到我们封家。那个，丽叔，你们婚礼准备的怎么样啦？准备的挺好的。我们决定回美国办正式的婚礼。昨天我也跟风月商量过了，我们在老宅办订婚，然后就直接飞美国。哎呀，我说你们真是折腾人啊！雷声大雨点小的，一开始把我忙得团团转，现在倒好了，我什么都不用做了。哎呀，太开心了！虽然只是订婚啊，但是不能马虎。我和风月会风风光光地把你嫁出风家老宅。谢谢。走吧。你暂时不打算结婚，是真的准备让薛珊珊还钱吗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也真是难为你了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最难的给予就是在给予对方的同时，还让对方觉得备受尊重。你想的挺周全的，也为难珊珊了，还得做出一些违背自己天性的事情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风腾宁
该很清楚，单纯、天真这些在商场上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。那个曾经活泼天真的薛珊珊，有可能会为了赚钱变得圆滑世故。当然我没有恶意啊，我只是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喜欢那个令你轻松自在又简简单单的薛珊珊。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，但是珊珊她不是一个贪婪的人。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增长，她会越来越成熟，反而也会越来越世故。但是她毕竟要嫁给我。我想，某些方面的艰难，应该不会输给她自己的创业。我们应该支持她。其实我就是有点感慨，因为我曾经努力的想成为配得上你的那种女孩，我现在看薛珊珊就有一点看到我当时的那种影子，觉得她特别辛苦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。我当然明白。千万不要为了一些像赚钱这样的事情走了岔路。哪有好妹妹不关心哥哥的？我倒是很想知道，我跟薛珊珊就这样继续走下去，会是什么样子？一个人跑回来了？你现在还想结婚吗？怎么了？是你爸妈在美国那边筹备婚礼，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你刚刚又去找凤腾了吧？对呀，我一下楼你就不见了，你也不等我。听到珊珊和凤腾要延迟婚期的消息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啊？对哦。哎，你不说我都没想到。哎呀，你吃醋了？真吃醋了？哎，你说我这一路上是多让你前女友的醋啊！今天终于换我享受一下看你吃醋的感觉了啊！我没有吃醋，我是在理性的分析。那我也很理性的告诉你。我现在对风腾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，就算风腾跟珊珊将来没有结果，也与我无关。我现在最喜欢的人是你。你不知道吗？人有的时候是需要吃醋的，因为吃醋对身体好。我现在就是特别期待看到我离开封家、离开老宅之后，跟你在一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跟我在一起的世界啊，保证让你快乐的天旋地转。这是虚拟货币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进度，没有了那些资本，这个项目也很难再进行下去了。如果大老板还有兴趣的话，我愿意无偿将这些资料都给公司。这个企划案很好啊，其实可以卖很多钱。不如我们聊聊？那就把剩下的那350万当做我卖企划案的钱，做我的创业基金吧。成交。不过作为债主，我想要知道你做什么生意。珠宝。珠宝？我大学室友的父亲在云南经营一所玉矿。虽然我一直没有钱，但是这4年里面，我聊着也就聊出兴趣来了。我还有一位学长在日本的珍珠企业工作。说老实话，我对宝石业的了解是要多于科技业的。柳柳，过去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？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存钱，本来是计划从一个小小的银质工艺工作室开始做的，但是现在既然有这么大笔负债，我就得改变计划，不能再那样干了。现在，我想要创立一个属于中国的时尚珠宝品牌，
柳柳一向很有生意头脑的，我知道有一天他的能力终究会发光发亮，却没想过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。那么我的条件是在你们没有还完钱之前，这个公司要隶属于丰腾旗下，为了方便掌管你们的账务。用丰腾集团做背景，珠宝公司的运营效益应该是加倍的吧？无论是银行的借贷，还是宝石商的往来，都会信任许多。大老板，这是想帮我吧？我是个生意人，只有你们顺利了，我才可以顺利拿回钱啊。珊珊，你还是决定帮柳柳。这不是帮，是薛家的大事，我不能缺席，必须要参与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出了这扇门，你们就要靠自己。珊珊，大老板趁过年的时候去你家提亲了吧？你们就结婚啦？珊珊啊，看在我们是同一间办公室的份上，以后喝喜酒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稍微靠前一点点哦。恭喜你了啊！以后得改口叫你丰夫人了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啊，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太想我啦。科长，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。啊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这段时间尽心尽力。虽然我觉得你这样离职，觉得很可惜，但是再想想呢，也就是换个位置，继续协助大老板。珊珊，恭喜你。谢谢科长。如果新的员工来的话，我每天都会拨出时间来交接的。好。小伙伴们，我走啦。珊珊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不用离开公司，也会顺利跟丰腾结婚的。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说起来，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呢。感谢我？我想过了，就算我将来跟丰腾结婚了，我也只是丰腾集团里那个小小的财务助理。然后年复一年的等待的升职加薪，做一个大公司里的小螺丝钉。但是现在因为你的关系，我可以出来创业了，也许也算是一半的大老板了吧。那当然啦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俩就是不分你我的薛老板了。我觉得我又往大 boss 的世界里跨进了一大步。你也别多想了。总之呢，咱们俩呢就努力的干，好好的干。如果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，那将来你一定要让我当成丰太太不就行了？我们一定行的。好，那1年之后，你就是丰太太，我就是薛大老板。薛大老板，我们出发，出发！这里啊，都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最优秀的店面，人流交通都是最好的，而且租金实惠，房东又好。这间的平数啊，开7间店实在是太理想了。它距离地铁车站只有100米，出口还正好对着店门口，简直是太适合了。这个店看上去是不错，不过我们的预算有限，而且这上面也没有标注多少钱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房东呢对房客也是挑剔的，
表明了价格只是其次，只要两位肯出价，我负责帮两位去说。不然我们还有一些精选的店面，租金比较便宜一些，但也是最好的地段，可以给两位参考看看。奇怪了，我怎么看这些店面都觉得眼熟呢？啊，这些不都是丰腾的房产吗？可恶，又想拿上次那招骗我。王先生，麻烦你了，只要房东是丰腾先生，请您一律帮我们自动删除。其实风先生的房产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是吧？全都是高档次的黄金店面，保管赚钱的。如果没有其他的店面了，我们就去别家看了。别！这样吧，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，看看有什么其他适合的店面，再推荐给你们。那这次就麻烦你了，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，还有，请你转告，只要是没有房产证的，我们一律不租。哎，好嘞，那请两位在这休息一下吧，好吧？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你对丰腾的产业可是了如指掌啊。我就是扫了一眼，还没有完全实际了解。大老板，薛小姐说直白了，只要是您的房产不租，还要有房产证明呀。我们家胖婶变聪明了。燕青，你母亲上个月是不是刚买了一个店铺啊？两位请。这个是我们店主的私藏店面，不随便租人的。方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租金1个月多少钱？6万。对。其实这个地段来说，这也不算贵，就是我们的预算有限。方大哥，我们要开的是中国的本土品牌，而且我们有信心跟隔壁那些国际品牌较量。只是我们的资金有限，能不能便宜点？要不这样吧，5万，4万，4万。你要是能够答应的话，我们立马就可以签合同。这样吧，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。那你快去吧。你喊4万会不会太好了？哎呀，喊喊看嘛，万一4万5也可以呀，反正能少点就是点。房东说了，4万成交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成交了。是啊，好不容易。有你那么狠心的男朋友吗？又要人家还钱，还让人家付你房租，吸血鬼！你个臭丫头！好在呢是自家人开的店，倒也放心很多。哎，是不是就开一家店就可以了？那我完全可以帮忙啊！马上打电话给百货公司的汪董。冯月，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插手。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还不要我帮忙。我说风月，你把大哥的事都揽着做了，你还让大哥做什么呀？知道了。伯父。伯父，
我家珊珊就住在这儿。对。你们还打算继续交往下去？当然。我听珊珊妈妈跟我说，她已经离开集团了。是。刘刘想要开一个珠宝店，他们在忙着装修的事情。我实在搞不懂，你要他们还钱，可你又不跟珊珊分手。伯父，我和珊珊相爱，为什么要分手呢？不过，我们薛家2个丫头肯定会很努力的。但是，就算他们再努力，1000万不是个小数字。要是他们还不完的话，一定可以还完。我可以养着珊珊，直到她还完为止。我说这话的意思，不是要帮着你，但是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心就踏实多了。凤台，你是好人，谢谢你。伯父，谢谢你。喝茶吧。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再放几点。你们请选一下这个颜色好吗？There's another lacking imperfection. Sometimes you've been hurt, then you learn a thing about a few more. 整人，这味道还可以吧？可以。爸，你也吃啊？好，我不饿。这2天辛苦了啊。哎呀，不辛苦。爸，怎么了？爸，给你说件事。这是什么呀？5万块钱。啊，爸，你不是要给我钱吧？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用。听话啊！你也别小看这5万块钱，1000万就是有很多个5万块凑起来的呀。我知道，但是爸，你不能收你的钱，我这么大了。听话，收着啊。爸呢，有着这点能力，好吧？能帮你多少就帮你多少啊！好好的。